哇，一根竹子就相当于一个竹筏了。妈呀！天哪！还能哦，太美了，就真的是在上面飘着哦，稳稳当当的。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杨柳，来自贵州遵义，我是一名独竹漂传承人。独竹漂还真没听过。独竹漂呢，它是发源于贵州赤水河流域的一项古老的民间绝技，距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了。它是怎么一种表演的形式呢？它是一根竹子，手上也有一根小竹子，就把它叫做桨，然后在水里面漂浮。哇，是不是感觉像那个功夫那个高手一样啊？那你是自幼习武吗？对，我是从7岁开始接触独竹漂，我是跟着我的奶奶学习的独竹漂。那个时候奶奶她就鼓励我，让我尝试在这个独竹漂上把舞蹈基本功都把它融入进去，然后也是得到现在很多人的认可，让我坚持更加坚定的要把独竹漂好好的发展下去。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那大声的喊出我们节目的口号吧。是金子总会发光。100秒，计时开始。真的好美啊，美的感觉像在水中划一个独木舟。解开我最神秘的等待，星星坠落，风虽然在吹看起来杨柳这动得心应手的，但一定背后付出了不少的努力。想到那个竹子那么小的一个体积，就是横截面积啊，站在上面一定很难。应该是没少掉水里啊，肯定的。所以我们突然明白了，杨柳说为什么学这个独竹漂，对于身材啊、体重啊都有要求。画面也好，是的，这个在青山碧水当中啊，旁边又没有人，真的就充满了这个仙境的感觉。怎么感觉好像有点越飘越远啊？那我们宣布成功，他能听见吗？哎呦，哎呦，厉害吗？哎呦，哇，不厉害，这一根竹子，就在一根竹子上。超级美啊！这个独竹漂呢，它是发源于贵州遵义的赤水河流域，然后已经是有数千年的历史。然后最开始呢，是咱们就是这种过河的一个交通的代步工具，但随着就是时间的演变，会独竹漂的人也就越来越少。然后我呢就想把这个独竹漂呢，就是融入了一些自己的一些文化元素，然后就像视频一样展现给大家看一下。一般脚踩的那个呢是楠竹，手拿的也是一根细长的竹竿，然后在水面上这样的如履平地。这也是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我也是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独竹漂的传承人。您是第几代呢？我这边是第5代了。第5代。对。然后我个人的第一直觉啊，
这个竹子的浮力和表演者的体力都有一个比例，对吧？对，因为我的体重是70斤，然后因为我比较娇小，所以说在咱们的独竹漂上就特别的灵活，对，有优势。然后独竹漂的话，也主要是靠竹子的浮力，主要是要因人而异，主要是竹子越大，它浮力越大，人才可以飘起来。所有的那个平衡是靠那个小竹竿来找，而且还可以当船桨，是吧？对对。我们看到可以达到他这样的表演，这样的自如，我觉得都是童子功。所以咱们也可以问一下啊，杨柳是几岁开始接触独竹漂？我是从7岁开始，对。因为是奶奶教我的独竹漂，我也是从小跟着奶奶学习独竹漂，到现在是17年的样子。就是刚开始确实是很害怕，但学会了之后呢，就心里面就没有那种恐惧感。然后也是奶奶一直教我，所以说才慢慢的掌握好了这项绝技。但是现在奶奶因为年纪大了，也长期在水里面，也有严重的风湿关节炎，现在是不能漂了，年纪已经很大，不能漂了。所以说我也是带着奶奶的梦想和我的梦想，希望能把独竹漂带给大家，能飘出来，让更多的人看到。当然，我们刚才通过这个非常短的视频啊，我们只是了解了你表演的片段，但是片段之中，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其实，在水上的时候，在表演的时候，这里边有传统的技艺，好像也有你的自己的理解和自己的创新。是因为我是就是说，在独竹漂上也演绎了一些舞蹈。因为传统的技艺，像咱们的非遗文化是需要创新，所以说就学习了民族舞、芭蕾舞，把这样的一些新的元素注入在里面，丰富自己在竹上的表现力。对，也希望就是说通过这样的一个创新，能让更多的人愿意去了解传统的这个非遗文化。所以说，有的网友就说好像杨柳现在应该是国内唯一一个可以在独竹漂上面进行舞蹈展示的表演者，是吧？国外的网友都说咱们的中国人是都会功夫，然后我心里面就觉得特别的骄傲，也很开心，然后希望能把独竹漂划出国门，飘向世界，也希望就是把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把它发扬光大，让独竹漂飘进人们的心里。这是杨柳站在我的身边啊，会显得有点娇小，甚至看起来有点弱不禁风。但是我们相信那句话：天生我材必有用。是。对于独竹漂啊这门技艺来讲，杨柳这样的身材真是得天独厚。而且你看，这个独竹漂对于赤水河两岸的人民来讲，有着特殊的情感和记忆。对。所以这个杨柳作为传承人，他不仅满足于传承，还有更宏伟的目标。希望独竹漂这门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发扬光大。是。我学习独竹漂呢，已经是18年了。最开始呢，是想通过传播独竹漂，让更多人了解并知道我从小学到大的这项绝技。因为从我小时候表演独竹漂，去其他的地区去传播独竹漂文化的时候呢，很多人看到独竹漂都对独竹漂不太理解，也不太明白。因为独竹漂所用的竹子呢，一般都是有9米左右这样的长度。如果是想去让更多的人看到，除了在视频上，还有现实中可以看到的话，就需要去找更大的车去承载、去运送它。还有就是要忍耐夏天的酷热、冬天的寒冷。因为现在非遗的传播也意味着不能永远都是老的那一部分，也该创新融入一些新的一些文化元素。可是有一些融入呢，也让现代的人不太理解，所以说也会说一些比较刻薄的话。从事独竹漂之后，最有成就的一件事，应该是我的视频在外网上有更多的外国网友看到并称赞的那个时候，我是觉得最有成就感的。因为从小到大一直去从事这个文化，去坚守这个文化，没想到居然传播到国外去，让很多外国朋友他们看到我们中国的文化真的是很特别，让他们觉得特别不可思议。
我觉得应该是在独竹漂上做挑战吧，因为独竹漂呢，首先能在水面上保持平衡漂浮起来，其实是已经有一些难度的了。可是我偏偏是一个很固执的人，我就去坚持，然后不停地摔跤，在独竹漂上保持平衡站立起舞。起舞的同时呢，我又不安于现状，又去尝试想做一些更高难的一些舞蹈基本功的动作，我都想融入到独竹漂里面。所以说我觉得最艰难的时刻应该是单腿站立吧，就是在保持平衡的基础上，还把一条腿抱起来，然后去单腿去站立在独竹漂上面平衡。